小伙伴们，上午好！这几天央行宣布加息0.5%，引起了一阵热议和恐慌。貌似这次央行决心很大，不但真的狼来了，还要来得比预计凶猛。那么，在已经加息及还会不断加息的大环境下，还该不该买房？加息狼来了，难道真的不要再买房了？下面我结合自己10多年来的多套房投资经验及身边一些真实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建议大家耐心看完分析再看总结，这样不会一知半解糊里糊涂。首先，唱衰房市的声音从来都不绝于耳，唱衰房市等着捡漏的人从来都是优柔寡断的等等族，注定永远被排除在财富大门外。从我做房地产这10多年来，从来都不缺少类似这样的声音。不要再买了，泡沫这么大，迟早要崩盘。你现在买真的太傻了，国家调控房地产肯定最先被打压，您到时连本金都拿不回了。现在利息这么高，很多人肯定还不起房贷，经济危机就要来了，千万别买房。从国内买到国外，这样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，包括您最亲密的家人、朋友，不是他们想害您，而是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投资知识，看不透本质，人言亦言，一个不坚定，很容易就被这些负面信息带偏。但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一套房子接一套房子的买，在财务自由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宽。当时劝我的等等族们还徘徊在买房的大门外，或者仅购入了一套自住房，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等等族们还在自己简陋的美梦里被自己啪啪打脸。其次，从毕业到现在20多年来做生意、做投资，身边接触的人都是老板、成功人士。有做实体创业的，有做网络创业的，有投资股票基金的，但身边混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房地产投资者。以我身边实例，以前在国内做贸易的时候，一个加拿大知名品牌的大老板，后来做的品牌没落失败了，所幸他在美国纽约最中心的地段有买房地产，他现在依然生活得风生水起。再拿我家公举例，他这辈子勤勤恳恳做实业、做贸易，最后抵不过他堂兄买的100多套房。期间我家公还破产过，度过了很艰难的一段时期。他堂兄因为做的房地产一路高歌，稳定，活得非常的滋润。现在加息情况下，不买房买什么？投资餐馆、投资便利店，这些生意是真正的活。生意越好，你干得越累，赚的都是卖时间的钱。我身边不乏有开这些生意的朋友，我自己的姐姐就开过餐馆和进口食品店。比起房地产，这些生意几乎都是要守在店里，特别是创业初期。房地产虽然也有它的风险及管理租客烦恼等，但两者相较，很容易就能做出选择。打最坏的打算，生意失败了，很少有人愿意接盘，房子跌了，再不济也还能卖出不错的价钱。再者，现在虽然加息了，但相比历史，现在的利率还是相对比较低，对于大部分有正常工作的中产，并没有致命性的打击，顶多就影响了贷款的金额。还是举我身边的实例，最近在买房的一个好友，他对于加息的态度就是把资金从不冷不热的股票基金中拿出来，自己实际付出一小部分首付，以降低月供，或者直接把这笔钱作为紧急备用金，以平衡每个月房产带来的负现金流，熬过房市的冬天。还有，利率是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涨多少，什么时候涨，很难预测精准。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投资计划，不要因为一些市场噪音打破自己本身投资计划，因为有时候一等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。
生活太多变化。举我身边另外一个朋友的实例，2019年他就开始找房子买，但总是因为各种因素挑毛病，当断不断。不是这个现金流付了几十块，就是那个房子要花几千来修。就因为这些小毛病，丢西瓜捡芝麻，房子一直没买下来。直到2020年初疫情开始，他丢了工作，贷不到款，眼睁睁地错过2年疫情房产增值红利。所以等等的代价真的太大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如果真如了等等族的愿，最好的结果是房价真跌了。但为了省一套房的钱，打破了整个投资规划时间线和规律，因小失大，真的值得吗？加之跌的可能性不大，为了这么小几率的捡漏，损失大盘，不值得。我去年就抵御了外界一连串负面声音，一连串买了5套。刚刚又收到银行的好消息，还不到1年，其中2套已经又可以 refinance 出非常不错的资金。相比利息上调损失的利息，赚的钱远远要多得多。我们以后会单开一期来分享我们买房的经验，小伙伴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，分享的都是会帮您赚钱的实战经验。最后一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决定房价最终本质还是供求关系。现在明显的就是供不应求，怎么跌？加之因为疫情、战争、建材成本一路上扬，运输缓慢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，抓住资产才是正道。加之加拿大信贷机构保守稳定，没有崩盘可能性。大家不也都常常说买房子就是买的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的股票？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，有源源不断的移民争相涌入。从长远来看，房子的供需矛盾还会加大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，越是不可预知，越要尽早上车。不知道房贷政策有何调整，怕再也上不了车。特别是对于刚需的买家，不上车被 price out 的风险大，还是买在暂时的高点，住几年就补偿回来更划算。当然，这里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盲目的买，要买就买特别刚需的房型，价格中等的独立房，3卧2卫等等，特别是中心区好位置的房子更值得买，因为接盘的人很多，租几乎可以抵供，谁也无法预料未来。如果非要预测高价位的房价会出现些微波动，但是肯定是稳中有升。所以有这些条件的人一定要尽早入市，地主家有余粮的，能够长期持有，贷款能够批下来的刚需类的买家。市场越是模糊不清，疑惑越多，就越该当机立断。机会总属于行动者，而非观望者。好了，这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们带来一点点启发。看到这里，希望可爱的小伙伴们可以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犹犹豫豫的朋友，希望他们也会从中受到一些鼓励，及早入市。好了，下周5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干货，下周5再见了，拜。